郑父兄，你想想，要是没有闹钟，夜以继日，呕心沥血的提名，便不会有炸弹的诞生。炸弹的威力虽大，但是它终究战胜不了人之惰性。只有需要闹钟，持续不断地提醒着，坚持着，才能最终将所有人唤醒啊！二位先生，新刚他不行了，快带我们去！新哥，先生，新哥，先生来了，你别动，没事，我可以，没事。二位先生，我要和你们永别了。新刚此生最大的荣幸，就是认识了二位先生。兰，对不起，我以后不能再照顾你了。我死之后，你要把我的骨灰带回青岛胶州湾老家，和我的父亲埋在一起。等中国收回青岛的那一天，你要去我的坟前告诉我和我的父亲，兰，不哭了，不哭了。我感觉
我的头发都变黑了。啊，是不是？海威，赤炎，仲夏，你们看，是黑了，黑了。是黑了。老郭，西刚，西刚，西刚，你醒醒，老郭，西刚，你醒醒！老郭，老郭，西刚，老郭，你醒醒！西刚，段西刚！
不知李司长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。我这就去找蔡校长过来。哎，不必惊动蔡校长啊。你们两个先去忙吧。本部令：一，将保释学生移交法庭审讯；二，令北京大学即刻整饬学风。李司长，这您应该当面交给蔡校长才对啊！你也知道，我就是个跑腿的，根本无权接受这种命令啊。拿着。哎，这也就是做做样子嘛。本命令一共有3条，第1条就是查办北大校长蔡元培，这一条被副总长私自给划掉了，所以说这个命令是绝不能交给蔡元培的，明白吧？风仔兄高薪高就，咱们才能来这1等亲银小班儿。恭喜恭喜！蒙吴总监举荐，跟了我现在是《公研报》《学海春秋》栏目的主编。这是我的公开身份，我的另一个身份是京师警察厅在编的高级警探，也是吴炳湘总监亲自领导的第2情报组的副组长。我的职责就是专门收集北京学界的动态情报，跟踪并瓦解学生运动。从今天起，这个蓝香班就是咱们街头的一个点儿，你们所有人都是我的线人。不过，风仔兄，我可听说这《公研报》的《学海春秋》，那可是专门支持学生运动，跟政府对着干的呀。这怕和咱的行为有些不符吧？这个问题问得好。双重身份，这就是我们情报工作的特点。只有深入虎穴，才能收到奇效。今后，你们作为京师警察厅的线人，也要学会掩饰好自己的身份。对了，各位，线人不白当，有钱赚啊！只要你们几个够勤快，桂金銮的屋以后就是咱的家。张公子，赶紧的，菜都凉了。六姐姐，姑娘准备好了吗？走的。同学们，大家集合一下，同学们，来看一看啊！同学们，大家都听说了吗？蔡元培蔡校长把我们北大给出卖了。蔡校长做什么？看一下，同学们，你们听我说，蔡元培让我们复课，说是为了保护那些被捕的同学，可实际呢？你们看，那些被捕的同学，不照样还是被审讯、被判刑吗？啊，这明显就是他下的一个圈套啊！咱们大家都被他给骗了。同学们，我可听说了，这曹汝霖啊，可是花重金雇凶，要刺杀蔡元培和北大学生。但徐树珍已在井上架起了大炮，要炮轰北大。同学们，醒醒吧，别让蔡元培给骗了。他就是了不起啊！中府办的杂志社效益已经显现了，我写的白话小说也见效了。五四运动一扫国民的俗气、奴气和小家子气，撑起了中国人的脊梁，太了不起了。是，育才说得很透彻。5·4学生大游行以后，一下子把多年来所有的矛盾捅开了。爱国还是卖国，现在就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一道分水岭，何去何从，谁也绕不过去。但是据我分析啊，这2天的形势比前2天更加微妙。虽然说被捕的学生被释放了，但是矛盾却更加尖锐。安福系军阀想借着学生复课和取消国民大会办2件事：第一件，签约；第2件，镇压学生。他们之所以这么干，就是想显示对中国政权的统治力。那么想办成这2件事，最为关键的
就是要把北大的领头羊先制服。北大领头羊是谁啊？蔡元培嘛。那么这就是反动派现在首要攻击的目标。首长分析的非常有道理。据我所知，今天警察厅已经发出了传票，要分别传讯那些已经释放了的被捕学生，声称还是要依法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。另外，总统府、国务院、教育部都已经发出了训示，要斥责蔡元培先生渎职。我是听说，安福系已经内定了胡仁元接替蔡元培先生做北大的校长。蔡先生最近好像心情不太好。今天早上我给他打电话，想去看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我现在已经是热锅上的蚂蚁，你还跟我开这个玩笑吗？来，来，波腾兄，请坐。请坐，首长呀。实不相瞒，下午段祺瑞召见了我，明令外交协会不得干预巴黎和会签约，不得召集国内集会，不得散布与政府不同的意见。他还说，北京学生15000人所为之事，祸首在北大一校，而北大一校的罪魁祸首在校长蔡洁民一身。蔡洁民断然不能再当北大校长。他已经给徐世昌打了电话，提议胡仁元取代蔡元培任北大校长，田英煌取代傅增湘任教育总长，不日提请内阁议定。不用他们劳神，我已经3次提交了辞呈报告。现在关键的是，不能让被捕的学生再次蒙难，不能让他们第2次再入监狱。杰民呐，我思前想后，要是从长计议的话，有什么办法能够躲过这一劫？我说实话，波腾兄，只要我这些北大的学生不要再次蒙难，只要保证我北大平安，让我蔡元培干什么，我都在所不惜。眼下这个情况，
只有一个办法：36计，走为上。离开。离开。申叔兄，哎，想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。您说。你说这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这个娘说的是谁呀？我以为啊，要嫁的这个娘，她绝不是孩子他娘，应该是未出阁的黄花大姑娘。最近我看了清人王有光的《吴下艳联》，关于天要落雨，娘要嫁人，他是这么解释的。他说：“天纯阳无阴，要下雨，则阳之求阴也；娘呢，是孤阴无阳，若要嫁人，则阴之求阳也。如始复地，如将点夫，其理如是，其事如是。”你看，这王有光啊，他说的这个嫁人的娘是未婚的女子。如果是已婚的女子，那就不可能是孤阴无阳了。所谓的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女儿大了不中留，留来留去留成仇，就是娘要嫁人，这是人道。天要下雨呢，是天道，天道人道这两者是不可抗力的。顾堂生，您跟我们显摆这些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就是想啊，告诉你们，要走的他一定要走，该留的他一定会留，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。快过来看，蔡先生怎么跑了？他是不脚底抹油吧？他倒是先溜了。先生来了。先生好。我劝你，杀军马者道旁儿，民亦劳止，弃可小修。我欲小修矣。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，其他相有关系之各学校、各集会，自5月9日起，一切脱离关系，特此声明，为知我者谅之。三位先生，蔡先生留这个字条到底是什么意思呀？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解释，您三位是权威，给我们大家说说。是，给我们讲讲吧。你是文科的学生吗？是。这都看不懂吗？我们能明白，但是到底是什么呀？同学们，你们听我讲啊！你们看，蔡先生这个字条的开头就上了2个典故。我们要想了解蔡先生的心思，首先就要知道这2个典故。你看，这一个典故是“杀军马者道旁儿”，它出自于汉代英绍所传的《风俗通义》，它的原文是：“长力马肥，观者快马之走骤也。乘者痞其言，驱驰不已，至于急死。”顾先生，听不懂，你还是给我们讲白话吧。是啊，先生，你还是给我们讲白话吧。一看你这个文科的学生就是学而不精啊。这个典故的意思就是有一个官吏，他的马养得很肥，跑得也很快，受到了路人的称赞。这个骑马者呢，就开始洋洋得意，他是策马扬鞭，奔跑不停，结果就把这个马给累死了。所以蔡先生引用这个典故到底是啥意思呀？你不要急，啊，这还有第2个典故，“民亦劳止，弃可小修”，它出自于《诗经·大雅之民劳》，它的第2句开始就是“民亦劳止，弃可小修，
惠此中国，以为民求。哎呀，唐公啊，您这说来说去啊，说跑题了。人家学生的意思啊，是问您蔡先生这个字条到底为何意？这位同学，我来告谕你知，这杀君马者道旁儿，这个君指的是政府，这个马呀，指的是曹汝霖和张宗祥，这个道旁儿说的便是你们这些学生。蔡元培之意为，你们这些学生闯了祸，害得他呀不得不跑了。非也，你这是对蔡公的污蔑。同学们，我以为君者指的就是你们同学们，马也指的就是蔡公他自己。至于道旁儿，说的就是那该死的巴黎合约，还有卖国贼曹彰禄。蔡公之所以出走，他完全是被奸人所害。他这样做，可能是出于迫不得已，也可能是缓兵之计。但是我郭鸿明相信，蔡公一定不会舍弃北大的。说得好！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随他去吧。卖报！蔡元培离校出走，留下了谜一样的纸条。卖报！蔡元培离校出走，留下了谜一样的纸条。卖报！蔡公是被政府逼走的，他为了救学生，迫不得已辞的职。他走，矛盾才能转到他身上，学生们才能获救。说得对，蔡先生之所以不辞而别，一是为了保护学生，二是为了让我们不能妥协，继续抗争。三军可夺帅也，匹夫不可夺志。蔡先生不在，正好可以让我们大家放手付诸行动。我认为我们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要进行挽蔡运动，不光是北大啊，是整个北京，乃至整个中国。用蔡先生钳制住政府，这样政府就顾不上学生。我们还是商量一下具体怎么做吧。哎，是不是还是请学联出面组织？光是学联出面还不够，挽蔡运动的直接对象是政府，那么教员就应该冲锋在前。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马上联系北京师范学校的陈宝全，由他出面牵头，组织并且成立北京各校教职员联合会，出面跟政府交涉。学联这个时候做好准备，把抗议、宣讲、演讲结合起来，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，让全中国都动起来。实在不行，就来他一个总巴克。我提议，由北大教授联名给教育部写一个声明，表明北大师生誓与蔡校长共进退，要求教育部挽留蔡元培。如蔡元培不留，则北大全体教授一致总辞职。大家没有什么异议的话，我毛遂自荐来起草这个声明。好，那我找人签名。刚才来的时候，我还碰到龚鸿明和刘世培，他们都特别跟我提到，说如果有什么行动的话，务必要通知到他们，我们一定会争取到广大的支持的。大家就各司其职，马上行动。
也找不到我。组长，您走了，这一摊子事儿可怎么办呢？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随他去吧。组长，组长，哎，今天把你们2位找来，就是想商量一下教育部和北京大学的问题。一晃半个月了，学生闹事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呀，这搞得我晕头转向的。坐。哎呀，蔡元培跑了，弄得北京所有校长都跟着辞职了，这不得已我才下达了挽留令。没想到啊，这个傅增湘也来了个不辞而别，蒸发好几天了。现在学生是天天在大街上闹啊，怎么听说还死了人了？钱总理，你说说情况。前天清华高等科的一个毕业生在演讲过程中劳累过度猝死。昨天原京师大学堂的一个毕业生在太平湖投湖自尽，留下了一份极具煽动性的遗书。吴总监担心学生利用这份遗书，近2日在学校周边加派了警力，唯恐出事。这学生的事情解决不了，你们呢都没有好日子了。2位说说吧，到底怎么办？要我说呀，根子就是我们自己太软。傅增湘他说，只有安抚才能不出事儿。现在安抚出乱子了，他自己跑了。这种人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还有吴炳湘这个蠢货，硬要把抓来的学生都放了。现在傻了，这些识文断字的人就是看人脸色办事，你软他就硬，你硬他就软。钱总理，你怎么看？我认为这件事的根本还在巴黎。合约的事不解决，学生的事解决不了。一码是一码，咱们先解决学生的问题怎么办？我没有办法，我全听大总统的。请大总统训示。那好，那我就说说。最近我跟老段商量过了，我们俩拟出了几条。第一，免去教育总长傅增湘的总长职务，由田英煌代之。第二，驳回曹汝霖、张忠祥、陆中宇的辞职申请，继续重用。第三，鉴于蔡元培辞职不归，由胡仁元暂时执掌北京大学。第四，责成京畿警备司令部步军统领京师警察厅，认真防护京城治安，遇有纠重滋事、不服弹压者，依法逮惩。第五，依法审讯5月4日滋事学生。大总统英明。先生们，葛师傅他们来了。先生，我们代表长期店的几千工友来悼念为国捐躯的烈士。我来的时候，工友们托我给您带句话：绝不能让现在的混蛋政府把青岛给丢了。如果徐世昌胆敢卖国，我们工人坚决不答应。谢谢。先生，这是学联刚刚下的决议。你先坐一会儿。您先忙。你们谁去过青岛啊？青岛美吗？我一次都没去过。
新刚答应我说，毕业之后就带我回青岛老家跟我结婚呢。他还跟我讲说，青岛有一个栈桥，就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桥，有100多米呢，一直通到海里边。他说，走到桥的尽头，能看到一个白色的灯塔，特别好看。新刚还笑话我说，我一个女孩子，肯定不敢自己走上栈桥的，因为有时候风很大，浪很大，一个浪过来就把我打到海里了。新刚还说，如果我掉到水里了，他肯定不会救我的，他就站在栈桥上笑，看我呛水。他让我自己学会游泳。师母，你说他怎么这么坏？孰轻，孰大孰小，不辩自明。个人和国家的命运是分不开的。我现在体会这场运动，除了让人民直接行动、直接解决问题之外，还要再加2个字：牺牲。牺牲，没有牺牲，不可能胜利。各位老师，各位同学，郭新刚因为爱这个国家，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。他是我们北京大学、北京学界乃至全中国的光荣。
平民教育讲演团要发挥更大的作用。你们要做好计划，不光要深入到北京的各个阶层，还要深入到上海、南京、济南、长沙这些大的城市，争取全国的支持，并且要在这些大的城市也开国新纲的追悼会，这是发动群众最好的方式。我准备过几天去一趟长沙，听说毛泽东他们在那边搞得风生水起的，我要去向他们取经，搞一下横向联合。特别是上海，那是工人阶级的聚集地，要让上海成为学生运动的第2个中心，甚至发挥更大的作用。我去上海宣讲国新纲。好，那我们就多准备几个南下宣讲团。好。年年、乔年，我要抓你们一个差。我刚刚写了一篇文章，题目是为山东问题警告各方面。这篇文章是为了明天总罢课写的，主要是想告诫大家，千万不要以为山东问题仅仅是一个省的存亡问题，也不光是学界一家的事情，而是全中国的事情。